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东方秘境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伏羲结网捕鱼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，叫做伏羲。他是中国的三皇之一，也是百王之先。他和女娲一起，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。他出生在一个叫做陇西成纪的地方，现在是甘肃天水市。因为他为中华儿女的繁衍生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敬仰他。他的家乡天水市也因为他而非常有名，人们叫他西皇故里，龙城天水。在那里，中华古文明得到了很重要的发展。在那遥远的古时，人们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，他们没有固定的家，也不知道怎样种田织布，他们只能打猎来维持生计，有时连吃的都没有。伏羲看到人们的生活很艰难，忍饥挨饿，他很担心，经常夜不能寐，但都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。偶然的一天，他来到河边冥想，突然看见河里有许多又大又肥的鲤鱼跳上水面。伏羲决定捉一条鲤鱼来吃，他跳入河中，左抓右扑，很快就抓到了一条大鲤鱼。他非常高兴，把鱼带回家给百姓们分享。百姓们尝了尝，发现鱼非常好吃。伏羲说，既然鱼好吃，我们就一起去捉更多的鱼，好帮助我们的生活。百姓们都很高兴，一起去河边捉鱼。他们一整个下午都在河边捉鱼，每个人都成功捉到了一条鱼，有些人甚至捉到了3、4条。他们回家后，把鱼拿回去煮好，美美地享用了一顿。伏羲又打发人去告诉住在其他地方的百姓们，让他们也来河边捉鱼吃。没过多久，所有的人们都学会了捉鱼，他们在河边度过了愉快的时光，生活变得没那么艰难了。可是，没过几天，龙王气势汹汹地跑来阻止他们捉鱼，说他们会把龙子龙孙们都捉完。伏羲很不开心，因为不让捕鱼，他们要吃什么呢？于是他问龙王，你不让我们捉鱼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可是龙王凶巴巴地回答说，你们吃什么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你们不能捉鱼。伏羲很气恼，他说，好吧，既然你不让我们捉鱼，那我们就只喝水，我们会把你们的水都喝干，让你们所有的鱼都旱死。龙王被吓到了，因为他不想失去自己的儿孙和水族，可是他又不好意思改口让伏羲捉鱼，所以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这时，乌龟丞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他对龙王说，你让他们捉鱼吧，但是要定个规矩，就是他们不能用手捉，这样他们就捉不到鱼了，我们的水族也就不用担心了。龙王听了这个主意，高兴地哈哈大笑，就告诉伏羲，只要他们不把水喝干，就可以捉鱼，但是不能用手捉。伏羲想了想，就答应了这个规矩。龙王以为伏羲上了当，便带着乌龟丞相高高兴兴地回去了。伏羲也带着沮丧的百姓们回家了。伏羲一到家，就开始苦思冥想如何更加方便地捕鱼。他想了一整晚，第二天又想了一个上午，却始终想不出办法。到了下午，他在树荫下静静躺着，望着天空，心中仍在思考。这时候，他看见一只蜘蛛在2棵树之间结网，左一道线，右一道线，一会儿就把一个圆圆的网子结好了。蜘蛛织完后躲到角落里，不久，飞来了许多苍蝇和蚊子。
它们都被网子网住了。蜘蛛从角落里爬了出来，轻松地吃上了一顿。伏羲看到这个场景，眼前一亮，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伏羲看到蜘蛛的聪明才智，心中大为惊叹，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个方法应用到捕鱼上。他决定去山上找一些藤条来当绳子，依照蜘蛛的方式，他终于编织出了一张粗糙的网。他接着砍了2根木棍绑在网上，再用1根长棍绑到网的中央，最后把整张网拿到了河边。他静静地站在河岸边，手握长棍，等待着鱼儿上钩。不久，他感到了网绷紧的感觉，他慢慢地拉起了网，一条条美味的鱼儿在他的眼前跳跃着。伏羲惊喜地发现，这个办法不仅捕鱼的效率高，而且还十分安全方便。伏羲把这个方法交给了自己的百姓们，从此以后，百姓们都知道了用网来捕鱼的方法，吃的再也不缺了。这个方法非常的方便和高效，比起用手去捕鱼，不仅能够捕到更多的鱼，而且也不需要下水，避免了一些危险。人们一直沿用这个方法至今。龙王见伏羲用网来捕鱼，心里非常气恼。虽然伏羲依照诺言没有用手捕鱼，但他用网捕的反而更多了。可龙王也知道反悔是不好的，因为这会让伏羲和他的百姓们非常生气，甚至可能会发火，把水都喝干了。所以他只能忍气吞声，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失败。乌龟丞相却是想为龙王消消气，他上前劝解龙王，说这也许是伏羲的聪明才智。然而正在气头上的龙王却没有听进去乌龟丞相的话，甚至还把他一巴掌打进了磨盘里，让他染了一身的墨汁。而伏羲也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劳，被尊为东方的天帝，成为智慧和勤劳的象征。他的臣子勾芒也根据伏羲结网的原理，发明了捕鸟的螺。这些成就都让人们铭记于心，尊敬和崇拜伏羲，把他作为一种楷模，激励自己去学习和努力工作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欢迎朋友们关注订阅，欢迎朋友们点赞支持，祝您生活愉快。